嗨，欢迎回来帮你，我是驴子。现在在我手上的这个酷东西，就是华硕最新推出的智慧手表，就叫做 ASUS VivoWatch 6。这只手表最大的亮点就是健康侦测超级完整。华硕这次 VivoWatch 6光是健康侦测上就支援了心率、压力、血氧、温度、睡眠5种。真正的重点是进阶侦测功能 ，VivoWatch 6支援了包括 BIA 身体组成分析，也就是在手表上就可以直接测量你的身体组成状态，像是你的体脂、骨骼肌、基础代谢率等等指标。有在健身的朋友就可以搭配参考啦。接着还支援了 ECG 心电图，以及现在依旧很少智慧表支援的血压侦测。这边稍微小聊一下，之所以目前市场上支援心电图和血压侦测的手表这么稀有，就是因为根据法规 ，ECG 心电图和血压都是需要通过卫福部认证和许可才可以开通的功能。所以这次的 VivoWatch 6，包括 ECG 心电图和血压侦测，目前都已经通过台湾卫福部的认证，所以开机设定就可以直接合法使用。好，这次的定位非常明确，就是健康侦测功能是真的塞好塞满，算是目前非常完整的一支。不过，究竟 VivoWatch 6的实际体验如何，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我们还是先从外观看起。这次的 VivoWatch 6在外观设计上相对单纯，就是大家熟悉的圆形萤幕智慧表。不过这次特别的地方是，开场就有提到了 VivoWatch 6提供了超级丰富的健康侦测功能，为此华硕也完全重新设计了所有 sensor 摆放的位置。华硕这个方案非常有趣，很值得一看。在 VivoWatch 6的 sensor 配置上，主要可以分为表背以及表身两块来看。表背就是大家熟悉的设计方案，当你戴在手腕上面的时候，手表背面的 LED 就会打出光线，然后 PPG 的 sensor 就会去读取讯号，透过演算法分析之后，就可以得出像是心率、血氧等数据，并且透过 HRV， 也就是心率变异度，进而去取得放松指数的数据。VivoWatch 6最特别的地方是，华硕在表身的左侧还加上一整组的微型 sensor。我们特写来看，这个透明的小视窗就可以看到这些精美的元件排列。这组 sensor 根据华硕说明，想要一起透过手腕测量，这个表身上的 sensor 可以直接将手指头压在上面测量。如此一来，透过指尖上的微血管，更能得出相对精准的数据。所以 VivoWatch 6的健康侦测可以分成两大类来看。第一大类是已经相对成熟，并且需要连续测量的项目，像是心率、放松指数、血氧浓度、温度这几个指标，直接透过这个背面的 sensor 就可以直接测量。而进阶需要更精准测量的数据，像是血压、心电图，甚至血氧，你想要的话，都是透过左侧这个指尖感测器进行测量的。除此之外，这个侧边感测器也整合了 ECG 心电图以及 BIA 生物阻抗分析的模组。BIA 的另一个电极，华硕则是直接做在这一圈亮面的金属表圈上，所以它不是单纯的装饰，而是藏了 BIA 模组在上面。所以统整来看，这只表最特别的两个地方：第一，超级完整的健康侦测功能；第二，全新打造设计在侧边的指尖测量感测模组，在测量上更加顺手。不过还是要提醒，智慧手表就是智慧手表，它并不是医疗器材，测量的结果也无法直接当成诊断。有任何健康问题，请一定要去看医生，让专业帮助你才是正解。我们继续看回外观。VivoWatch 6表面覆盖的是第3代的康宁大镜星玻璃，没有用上 DX 系列或是蓝宝石，稍微可惜。右侧有2个按钮，表壳则是采用塑胶材料，表底则是采用不锈钢覆盖。顺带一提，这只手表是 Made in Taiwan 的，感动。此外 ，VivoWatch 6的重量控制也很漂亮，本体只有41克，各家高阶表大概就是40到60克，所以这个重量控制还算不错。对了，这次在充电上 ，VivoWatch 6采用的是不分边，随便哪一面都可以充电的插入式设计，不是磁吸充电。而在这次随附的表带上，外部这一面有点阵设计，内部就是完全素面，采用的是医疗级矽胶。这组表带也有经过过敏预防、光学安全以及烫伤预防的测试。对了，表带同样是快塞设计，规格是通用的22mm，所以市面上同样规格的表带也都可以相容使用哦。防水性能上 ，VivoWatch 6支援5 ATM， 也就是水下50公尺的防水等级。那接下来就不再废话，直接带大家来看 VivoWatch 6的实际体验。依照智慧表的惯例，我们会分成自动记录和智慧功能两大项目带大家来看。先看到自动记录，这次的 VivoWatch 6主要支援心率、放松指数、脉搏指数、血氧以及温度5大自动侦测功能。而在测量间隔上，我直接列成表格。
经过我们实测，心率、放松指数、脉搏指数都是最短5分钟左右侦测一次，血氧和温度则是最短每10分钟自动测量一次。目前在设定中并没有看到全天候连续测量的选项，就是只有5分钟和10分钟2档，希望华硕可以后续开放出来。此外，睡眠侦测也是 VivoWatch 6的自动侦测基本功能，在数据上也是该有的都有。系统会自动记录包括清醒、浅眠、深眠以及快速动眼期的时间，并且你看这边，系统就会直接产出非常直观的睡眠记录图。另外，下面这2条曲线，绿色的这一条是整个睡眠过程的心率变化，而紫色这一条则是睡眠过程的血氧浓度变化。再往下滑，这边也会记录你的翻身次数。不过目前 VivoWatch 6的睡眠侦测就相对单纯了，就是把数据记录下来，并且没有进阶分析、睡眠指引这些功能。另外 ，VivoWatch 6还支援了鼾声记录的功能，跟各家相同，是需要搭配手机连线使用的，所以收音是依靠手机麦克风侦测。另外，在使用上，它并不会自动录音，而是需要手动到 App 里面点选开始鼾声记录，它才会开始侦测。所以在自动侦测上，目前 VivoWatch 6只有健康侦测和睡眠侦测2块，运动只有步数是会自动记录的，并没有自动侦测你在做什么运动的功能。在设定中，则是可以开启心跳过快的提醒，但是没有过慢提醒的设定。而在手动侦测功能上，包括血氧、ECG 心电图、BIA 身体组成都是需要手动测量的。首先来讲 BIA 身体组成分析，测量的方式很简单，只要向左滑动到身体组成测量这个界面，接着先选择你当天的体重，接着如果要精准测量，那就要注意身体组成分析的原理，就是 BIA 生物阻抗。透过侦测身体的微小电流进行分析，所以正确的测量方式是把食指轻轻地碰到这一圈亮面的金属环上面，透过侦测身体微小的电流进行分析。接着大拇指需要有一点技巧，先按上侧边的感测器，但要注意大拇指不可以碰到这一圈金属，并且也不能碰到手腕，所以你可以稍微把表身抬高一点点，这样就可以正确测量了。接着只要大约15秒以内，系统就可以完成分析，萤幕上就会直接显示含血量、体脂、骨骼肌以及基础代谢率的数据。不过根据我的使用经验，各家的 BIA 都很受到测量品质的影响目前我玩下来都很吃这种测量的姿势，所以测量过程如果碰到你的手腕或者是金属圈，就会影响到测试结果。所以建议先熟悉如何测量会比较稳定，并且数据主要是看大指标，如果你要非常精准，还是用大台的分析定期测量会更准。接着我们来讲 ECG 心电图，这个测量就很单纯了，把大拇指按上感测器，然后安静的等待30秒，这样测量就完成了。不过目前华硕的 ECG 我觉得略为保守，在手表上不会显示任何资讯，它会提示你要打开 App 查看，而 App 上面也只会显示完整的 ECG 记录，不会有任何说明，所以主要就是作为参考。而在血压测量上，血压功能一样是需要定期校准的功能，所以还是需要准备一台经过认证的血压计，然后系统是建议每30天就要矫正过一次。接着只要把手指头按上感测器，这样就完成测量。测出来的结果，你看这边会有最高值和最低值2个指标，然后就可以透过 App 查看一整天的血压记录。另外，你也可以开启白天和晚上的血压测量提醒。最后，前面有提到的自动侦测心率、血氧、放松指数、温度，也都是可以手动测量的。只要在主画面滑到对应的功能，就可以开始测量。健康侦测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接着，作为一款智慧表，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智慧功能的体验。先从萤幕表现看起 ，ASUS VivoWatch 6搭载了 1.39 寸的 AMOLED 显示萤幕，解析度达到454×454，这块萤幕的解析度是不错的。不过在实际的体验上，目前华硕预设的这款字体在边缘上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锯齿，但事实上，你看表面这个彩色圆圈，清晰度是够的，所以不是解析度不够，应该是字体的问题。这个华硕后续可以再调一下。另外 ，VivoWatch 6同样是支援 Always On 常亮模式的，所以如果你只是想看个时间，就不用特别点亮萤幕，瞄一眼时间就在萤幕上面。萤幕亮着，也可以设定自己喜欢的表盘当成配件的效果。不过可惜的是 ，VivoWatch 6并没有自动亮度调节的功能，只能手动调节。AOD 同样会自动简化显示的内容，进一步在常亮的同时大声省电。但也因为缺少了自动亮度的功能，所以当你在睡觉的时候 ，VivoWatch 6的萤幕并不会自动关闭，并且华硕的系统内也没有设计手动启用睡眠模式、勿扰模式的功能，也无法用手盖住萤幕关闭萤幕。所以在睡觉时 ，AOD 是会干扰的。目前只能在睡前手动把 AOD 关闭，也希望华硕尽快把睡眠模式加上了。
不过 Vivo Watch 6还有一点突出的地方，就是续航力表现非常不错。以高阶智慧表来看，非常省电。在我1个多月的体验当中，把所有自动追踪功能全开，像是自动心率、血氧、温度、放松指数全开，通知也全开，一天大概会震个几百下，然后再把常亮显示打开，反正就是开好开满，然后永远蓝牙连线手机，这样的续航最保守抓都可以稳定达到2天半以上的表现啊！如果稍微不要那么重度使用，达到3天以上一充左右是非常容易的。因为官方标示一般续航力大约是9天，省电14天，但是我觉得都买到这么高阶了，一定是功能全开，所以2天半到3天算是非常不错的续航了。并且我也实测充电，在15%到100的充电测试当中，半个小时充满48%，1个小时充满83%，完整充满耗时1小时26分。所以搭配上前面2、3天一充的续航表现，就是洗澡的时候拿下来充个半个小时。那如果你每天都充半个小时，其实也不用刻意充满了，因为隔天也用不完。至少在我的使用习惯中 ，Vivo Watch 6几乎是没有电量焦虑的。而在系统体验上 ，Vivo Watch 6其实就是标准偏向续航的智慧表，所以在系统流畅性上，自然是无法跟1天一充的表款相提并论。但因为功能和界面都非常直觉，所以使用上还是流畅。Vivo Watch 6的操作逻辑其实很简单，主画面就是表盘，最上面往下滑就是手机收到的通知。然后之前就有提过，这个通知建议只要开重要的 App 通知就好。手表应该是帮助你过滤重要通知的工具，你全开就是一堆垃圾讯息，会一直打断你的专注。希望华硕这边可以加一个全部取消选择的按钮啊，目前就只能一个一个取消，反正就只要保留你真的重要的 App 就好。而主画面往上滑，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表面风格，也可以从手机同步过来。目前加上客制化的表面，总共有30款可以替换。不过自定的选项比较少，还没有变换字体、指针、表盘颜色等功能，但是放上自己喜欢的图片是可以的。还有音乐控制、触发相机拍照，以及很实用好用的寻找手机功能。往右滑是步数记录、天气、睡眠记录、闹钟，往下滑计时器、码表，前阵子流行的番茄钟，然后设定里面有亮度调整、语言，然后这边就是惊喜小彩蛋。没错 ，Vivo Watch 6是支援一卡通的，所以只要是支援一卡通的地方，像是捷运、公车、超商，你就可以直接用手表感应一卡通支付，这个给好评，有用心，并且同样是没电之下，也还可以刷个几次哦。另外还有一个小惊喜，我们往下滑到 GPS。没错，这次的 Vivo Watch 6是有 L1 加 L5 双卫星的 GPS 模式。如果你想要省电，也可以手动切换成纯 L1， 但没必要了，就开启双卫星会更加准确。还有一个小彩蛋，如果你在步数画面连点10下，这里华硕还藏了一个俄罗斯方块的小彩蛋，真的是 RD 的浪漫啊！接着是运动测量，目前 Vivo Watch 6提供了11种的运动模式，主要的包括室内外跑步、健走、室内外自行车、健身、游泳等等主要的运动。不过可以明显的看到 Vivo Watch 6的整体功能更偏向健康侦测，运动功能目前就相对基础了。但其实华硕这个切点也蛮直觉的，目前市场上专注运动的表款、专注智慧功能的表款其实都有了，而 Vivo Watch 系列则一直都是比较偏重健康侦测的存在。然后接下来往后滑就是刚才提到的一系列健康侦测功能，而还有久坐提醒、来电通知 ，Vivo Watch 6也都是支援的。所以同整来看 ，Vivo Watch 6主要的功能都是直接放在一级界面上的，所以要什么功能，左右滑动就一定能找到。而如果你想要改变功能出现的顺序，也可以透过手机的 App 进行调整。另外，你一定很好奇旁边这2颗按钮的功能，它们2个真的是非常单纯啊。上面这个按钮的功能只有2个，短按回到主画面，长按显示电量和关机选单。希望华硕在这边加上一个睡眠模式或是勿扰都好啊。而下面这个按钮呢，短按是快速启动按钮，预设是血压，长按目前没有任何功能。但是这个按钮是可以客制化的，我建议你跟着我这样设定会更好用。在 App 快捷选单这边，最多可以选择4个常用的选项，像我是选择寻找手机、跑步、闹钟、亮度最常用的4个功能。这样之后，你按下面这颗就会出现4个你最常用的快捷功能可以选择。其实前面介绍的功能几乎都可以设定到这个选单中，大家根据个人喜好调整就 OK。最后是第三方 App 部分，目前 Vivo Watch 6就是自家系统，所以也没有应用商店的概念，也无法直接在手表上打字回讯息或是接听、打电话这种操作。但是你可以在手机上设定好预设的快速回复讯息，手表上就可以点一下快速回复，不过仅限 Android。
而在连接上 ，Vivo Watch 6搭配的是华硕自家的 ASUS Health Connect。Android 和 iOS 都支援配对，所有的健康数据也会自动同步到 App 里面。这边也稍微带一下几个有趣的功能设定。第一个是睡眠勿扰，虽然 Vivo Watch 6没有睡眠模式，但是如果你的作息规律，就可以设定好睡眠的时间，并且开启睡眠勿扰，系统就会自动在睡眠时段关闭 AOD 和所有通知跟来电。第二个很实用 ，Vivo Watch 6居然内建了发票载具的功能。只要在 App 设定好你的载具号码，然后要用的时候，直接用手指快速点3下萤幕，你看载具马上就跳出来了。第三个 ，Vivo Watch 6也支援跌倒侦测的功能，打开的时候会需要同步你设定紧急联络人。不过我体验下来，感觉这个跌倒侦测有点太灵敏啊！我有2次比较快躺在床上，它就有触发到，但系统会先倒数确认你没事再接触讯息啊，所以倒是还好。除此之外，平常大力晃其实是不会触发的，就是需要有快速倒地的动作才会。除此之外，如果你是买给长辈使用 ，Vivo Watch 6也有寻求帮助、关怀追踪的功能。除了可以从手表传送讯息给家人外，你也可以直接在 App 上面看到家人及时的位置还有健康状况。最后 ，ASUS Health Connect 可以串接到 Google Health Connect， 以及之前比较多人使用的 Google Fit、Strava 都可以。好啦，节目也来到了尾声，相信看到这边的朋友都可以清楚的知道 ，Vivo Watch 6的技能树就是完全点在健康侦测上面了。其实这几年的 Vivo Watch 系列都是这个取向，像是2018年的 Vivo Watch BP， 他们就直接把当时还很稀少的 ECG 感测器放在正面，只要把手指头按上去就能测量。又或是去年的 Vivo Watch 5 Aero Plus 也是异曲同工之妙，直接把指尖测量的 sensor 放在荧幕的下方，一看就知道健康侦测优先级拉到最高啊。而 Vivo Watch 6我觉得就是整个系列在 sensor 上的完全体，放在侧边的确美观、合理、实用许多了。目前 ECG 心电图和血压也都已经通过卫福部的医材认证，所以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也是一大看点。不过在期待上，就是目前作为大改款的 Vivo Watch 6，在硬体上没话说，但是在软体配套上，目前只能说该有的都有，但在细节上还需要调整，像是前面提到的睡眠模式、更细节的表盘客制化功能，又或是界面的字体最佳化等等，前面我们都有提到过了。先把这些调一下，体验会有感上升很多。另外一个期待是，目前 Vivo Watch 6的侦测功能很强，但是在这波 AI 热潮中，应该是有许多资料分析是可以跟用户的生活习惯结合的。毕竟记录下来就只是数据，要真的做出改变才是真理啊。所以，若是 Vivo Watch 6未来也可以加上引导用户提升生活品质、养成好习惯的引导系统，也会让这只主打健康的手表更加全面。整体来说 ，Vivo Watch 6目前最大的看点就是健康侦测非常完整，并且拉大来看 ，Vivo Watch 不只是台湾研发，更是 Made in Taiwan 的产品，也是台湾厂商踏入数位健康非常重要的一环，并且需要厘清一个问题，就是智慧侦测从来不只是一个 PPG 硬体就能够做到啊，背后支撑的演算法研究 paper 也都是需要用力的地方。如果台湾能做出自己的算法和健康侦测方案，真的就是乐见其成。同时，进阶侦测功能也已经通过卫福部的认证，而这些都可以看出华硕在 Vivo Watch 系列上面的用心。不过，就如同前面提到的，目前全部的技能都已经点在侦测上面啊。目前包括运动、智慧功能以及系统的细节微调，都是需要再用力的地方啊。总之，作为台湾出发的 Vivo Watch 系列，继续加油吧！好啦，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是帮你没说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